男人因為買不起房，便盤下一個廢棄統倉翻新改造，內部裝修十分豪華，不僅有360度環形觀景台，以及逼格拉滿的會客廳，還有隨時可以暢飲一杯的私人酒吧。羨慕的我後槽牙都咬碎了幾顆。威廉和亨利之前改造過一個筒子樓，為了能夠做大做強再創輝煌，他們又合夥盤下一個廢棄統倉。雖然只有4.2米的開間，但如果卡巴克向天再借500平，那麼改造的空間還是非常大的。他們很快就繪製出了設計圖紙，接下來就可以正式動工。首先就是把室內的雜物給清運出去。這棵未成年的小樹雖然已在此守護多年，最終也難逃攔腰鋸斷的命運，所以有時候選擇比努力更重要。要怪只能怪他當初沒選對地方。在開始給室內找平之前，還要先把門檻給敲掉。別看這統倉已歷經100年風雨，但基礎結構還是非常的堅固。接着他們拿來激光水平儀標記好地板的高度，就可以拿來砂石進行找平。門口的也同樣需要鏟平，為此他們還搖來了鏟車幼崽。在機械的輔助下，門廊的區域很快就被規整出來，而這幾個大石頭則暫時堆放在一邊，後續可以用來搭建擋土牆。在開始澆築地板之前，還需要先將水電管道給提前布置好，完事後就可以拿來打夯機將地面夯實。由於沒有屋頂的庇護，室內的牆體經過風吹日曬雨淋，已經長了一層青苔，還要先拿來高壓水槍把牆體沖刷乾淨。沖洗乾淨後才發現，大部分牆皮已經變得非常的鬆散，只要輕輕一掰就整片脫落。他們開始對牆體仔細檢查，主動排出高空墜物的隱患。畢竟這麼大塊石頭砸下來，那還不得清一塊子一塊的。再次把地板清理乾淨之後，就可以鋪上塑料膜，綁上鋼筋，然後搖來混凝土澆築。为了節省開支，後續他們並不打算再鋪地板磚，於是趁着水泥還沒反應過來，就在上面開始拓印。之後再把水泥粉給沖洗乾淨，就能呈現出仿石板的紋理。在等待地板乾燥的時間裡，兄弟倆也沒有閒着，他們搞來一台攪拌機，按照祖傳秘方調配好砂漿，然後開始對牆面進行修補。作為村裡第一間高級會所，門面還是非常的重要。這項工作看似容易，實則一點也不難，並且他們各種工具和設備是應有盡有，堪比一個專業的施工團隊。經過2天半的努力，他們終於把外牆修復完成。來到室內更是戰損版，部分石塊已經毫無附着力。為了更方便的施工，他們搞來了一台剛好可以通過門縫的小型升降機，繼續用砂漿對牆縫進行填補。而一些缺口較大的地方，只能找來石頭填充修葺。在兄弟倆的默契配合下，統倉牆體的修復工作終於完成了。旁邊的矮牆也嚴重破損，後續這裡不僅要開個側門，還要打造一個寬敞的露台。於是他們便開始拿來鏟子對這塊區域進行清理。這不挖不知道，一挖嚇一跳，鏟掉上面一層泥土之後，底下全部都是大小不一的鵝卵石。無奈之下，只好再次搖來挖掘機幼崽。他們先把多餘的小石塊給清運出去，而較大的鵝卵石正好可以碼出一道擋土牆。順勢再把露台的區域也給平整出來。接着他們開始修復這扇石牆。為了使石牆的高度與1樓的天花板保持齊平，他們拉好準繩之後，繼續用石塊往上修砌。在達到預定高度之後，頂部還要澆築上混凝土。現在統倉的牆體修復就基本完成了。